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2月3日，星期二。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盘中的复盘，以及最重要的是要讲一下 AMD 的财报。那么财报呢，在盘后才会发出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给大家做财报的前瞻。那么 AMD 财报前，它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清楚，市场目前预期特别的高，估值也是比较贵，而且呢情绪是偏多的。但是真正的一个风险，它不会在于说你的这个财报好不好，而是在于你的这个财报能不能让华尔街满意，到底完不完美。只要这个指引稍微，注意是稍微低于市场的想象，出现10%到20%级别的波动，并不是夸张。那么更大的一个方向，它会取决于 AMD 的3件事情，就是 AI 加速卡的订单与毛利到底有多么的好，数据中心与 PC 两条线的节奏是不是有同步的向上，以及2026年全年的指引能不能对得起40倍以上的远期的估值。那么现在整个美股的定价核心已经从单纯的讲 AI 故事，转化成了 AI 资本开支加上利率中枢的双重约束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市场依旧相信 AI 长期的空间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，就是说现在的烧钱的速度、回款的速度，还有就是现金流兑现的速度。如果说这个利率不快速的下行，那么每一家公司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现在的增长值不值这么贵的折现率。 AMD 这次的财报刚好就踩在这个时间点上，所以说 AMD 盘后的财报绝对不是一份普通的财报，它更像是一张全市场情绪的温度计，做得漂亮，那么科技板块就不会下跌的那么的多。如果说做得一般，那么市场一定会最快速度把这个估值往下去砍一下。那么我们看一下 AMD 现在所处的位置非常的清楚，那么盘面的坐标就是在$240附近。日内的话呢，它今天最高已经是来到了252，但是现在已经跌下来，再去摸到的话是比较的难的。那么1月的一个高点是在哪里呢？是在266这一带。去年4季度的一个低点大概是在200附近。过去1年翻倍多，离历史高位并不远，而且呢，经历了一轮强势的拉升。这个位置的含义只有一个，财报呢是属于高位的大考，并不是低位的捡漏。越是在这种位置，市场越不缺买入的理由，缺的是什么呢？一点点失望的火星。一旦财报的指引不够硬，那么就会点燃高位获利盘的一个回撤。再讲一下估值，这个才是关键。现在市场给 AMD 的定价是高增长加上 AI 溢价的组合，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数据中心 CPU、AI 加速卡、AI PC 3线齐飞来买单，所以说远期估值就会被抬得非常的高。估值高，我告诉大家并不是原罪，原罪是什么呢？就是说预期拉得特别满之后，容错率就会变得特别的低，我们就不能去容许它有一个不好的一个财报，或者是它的这个指引不好，这是不能够去容忍的。简单的说，市场它不会问你 AMD 的财报到底好不好，财报好不好没有多大的关系，而是说你的这个财报能不能好到超过价格里已经写好的那份剧本。只要其中的一条短线拖一下，股价就可能先跌再说，等市场情绪冷静下来才做重新的评估。那么好，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次财报华尔街真正盯的是什么。形式上是 Q4 业绩加上对2026年全年的一个展望的更新，但是重点一定会落在3块地方。我刚刚也跟大家说了，就是数据中心和 AI 的加速卡， PC 与 AI， 还有就是 PC 的节奏、毛利率与全年的指引。第一块最关键，数据中心和 AI 加速卡的量和力要一起讲得通。大家想听的是什么呢？ MI300 之后订单能见度如何？客户结构有没有继续的扩展？毛利是不是跟着产品组合往上走？只要管理层这边给出更清晰的量化口径，或者明确表达上半年下半年的节奏更强，那么市场更愿意给它高估值继续来续费。反过来，如果口风偏谨慎，强调部署节奏温和，项目更多落在下半年，
那么这个是非常容易被解读为增长斜率没有想象中那么陡，那么高位立刻就会变成压力位。第二块呢，就是 AI PC 和游戏业务这条线，在这轮故事里面，它就像是第二引擎。市场它一定会看两个信号，一个呢就是传统的 PC 有没有探底回升，另一个就是 AI PC 带来的 ASP 和订单趋势是不是在加速。那么这里的微妙点在于什么呢？AI PC 是长期的方向，但是短期容易被市场当成鲜花饼，然后呢再给你兑现。所以只要管理层拿不出更迟的出货的节奏，或者是更明确的需求反馈，那么资本就会更偏向于把溢价留给已经在兑现的那部分，比方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数据中心。第三呢，就是很关键的一部分，毛利率和全年的指引。这个呢是决定财报日涨跌的胜负手。Q4 共识大概营收在97亿美元上下，那么 EPS 在 1.3 美元上下，打不打得过共识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指引和毛利率的组合拳。毛利率如果继续扩张，逻辑上就说明高毛利的 AI 产品占比在提升，那么产品的组合在变好，这个呢就会直接的把估值给撑一下。如果毛利率抬不起来，或者是指引里它的这个暗示短期投入还要更重，那么市场会把它理解为未来现金流折现更吃亏，这个股价会反应的比较的激烈。好了，我们讲了那么多，我们接下来回到技术面和点位的一个推演。假设财报前后价格还是在245到250这一带震荡，多头的剧本是什么呢？多头的剧本要成立，条件非常的苛刻。Q4 数据中心与 AI 相关口径要明显强于市场预期，管理层对2026年的增长说法要改。至少呢，你不能去保守，毛利率就要给向上的一个证据。这一点的话呢，我们在微软这里的财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的这个 CEO 就是比较的保守，画饼画得不够的饱满。但凡是他能够多忽悠一点，我认为微软的这个财报不可能会跌得那么的深。所以说跟这个领导层的口才还是非常的有关系。那么如果说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呢，盘后最常见的动作是什么呢？就是直接的冲到260甚至到270的区间，而且呢我们可以把1月高点266附近看一下能不能一口气的站上去。如果266能够放量突破，并在随后回踩站稳，技术上它就会形成一个价格新高叠加基本面加速的组合。市场的情绪它一定会在后期顺势的把目标抬一下，那么280会是下一段更现实的一个观察位，甚至可能有人都会喊到要去300。但是呢，这里我要把话说在前面，280以上它并不是对照它估值有多么的好，而是更多的是情绪的一个溢价段，能够走到那一步，靠的是叙事的强化，并不是说它的估值突然就变便宜了。如果说是回调的剧本怎么走？只要出现两类情况之一，就很容易触发回调。第一，数字不错，但不够惊艳，尤其是数据中心 AI 口径没有爆表。第二就是指引偏保守，强调宏观不确定，或者是客户的部署节奏温和。AI 项目更多的要看下半年，或者是毛利率提升不明显。这样一来，股价第一段很有可能会回到哪里呢？回到230、235区间，这个是非常容易的。那么下边震荡的下沿，也就是短线资金最容易集中止盈止损的位置在哪里呢？就是在200这一带。如果这一带的区域承接力强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先横盘消化。如果盘后要去砸的话，一定要小心，极端就是在200附近，因为过去一年涨幅太大，从高位回撤20%到30%，在历史上并不罕见，而且尤其是在高估值的环境里，市场的下手会非常的干脆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不要觉得一些好公司不会跌，反而好公司跌起来也是不认人的，好吗？我们再把大盘给带进来，因为 AMD 财报的当天，市场情绪很大一部分要看指数的位置是否允许科技股继续的扩估值。我们来看一下 SPY 这边，虽然说今天呢有一个不小的跌幅，但是我仍然认为它是在高位来进行一个震荡。今天不大好看，但是呢，我认为还是 OK 的，因为它毕竟在这里已经有个支撑住了。那么2月的多空分界依然还是要去看700这一带，站上去能够站稳，大盘才能够给科技股更好的舞台。那么下方的这个区域688到687这一带是非常敏感的这个支撑位，现在呢就打在这里，希望收盘的话呢能够收高一点，这样的话明天反出的这个力度也会更大一些。再来说一下 QQQ，
QQQ 我跟大家也有讲到，这个618这一带的支撑是非常的强，那么今天有跌破，而且呢这根阴线是比较的重的，我认为如果说明天能够给你反抽到620以上，我认为就是一个高位震荡格局，否则的话下方的这些支撑位610甚至到600都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，等着你去破的。那么 AMD 盘后如果财报比较好的话呢，这个指数修复起来也会更加的顺利。那么说完了技术层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路径的判断。中长期的方向 AMD 我认为向上的概率是偏多的。那么 AMD 这轮周期的牌确实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，数据中心 CPU， 然后它的 AI 加速器 AI PC 三条线都在，所以说长期逻辑仍然是偏多，这是底层判断的不变。但是在短中期，这次财报落在高位大考的位置，价格走在基本面前面，容错率听好，容错率我一直在强调这3个字，很低的，所以说更符合的判断是趋势偏多，但是呢短线风险偏高，能不能续涨一定要看全年的指引是否要把市场的胃口给喂饱，只要是正常好甚至略好但不够惊喜，股价回调消化估值是非常自然的市场的行为，好吧？那么我们要避免财报的风险，第一个风险就是高预期的风险，第二个风险就是 AI 落地节奏与部署的约束，因为需求故事很大，但是呢真实落地要受到数据中心、电力、网络、客户这边资本支出的节奏的影响，只要节奏稍微的推迟，对于 AMD 来讲的话呢都是减分项，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进行注意。那么有些朋友呢问我如何去参考其他的个股的点位，先说一下英伟达。英伟达如果你短线要入手的话，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错的区间了，如果能够在170以下的话，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放轻松一点去进行一个入手。联合健康在这边，因为它上面的这个 gap 真的非常的大，它有利空的坏消息，然后呢也有财报的坏消息，所以说呢短线要企稳还需要大概1-2周的一个时间，那么这上面的这个 gap 要慢慢的去走完，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。它现在的这个估值算是便宜，而且呢它的这个市盈率呢也是不错的，所以长线来看股价是便宜的，但是呢它前方的压力是非常的满的，所以说你如果要去入场的话，一定要把时间成本给考虑到。Palantir 的话，今天有很多的朋友也在问我要不要去进行一个入手，虽然说今天有一个大涨，但是我不会去思考去入场，为什么呢？它连续1个周多了，全部都是阴线，这种情况不是特别的好，好吧？我想看到一根比较漂亮的高一阳线，我才会考虑进行入手。黄金今天的话呢，有一个反抽，反抽的力度不错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在466这里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压力位，而且呢今天的阳线并不是非常的漂亮，所以说呢如果想去入黄金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多多的进行等待。好，那个默沙东作为防御股票，我认为今天这个财报是不错，然后呢也是走得非常好看的。之前呢我们也带大家做了默沙东，在100上下的话呢，也让大家去进行入手。现在就是这种股票就是比较稳健，你股息也可以拿，短线波段也能够赚钱。目前还是可以看到更高的，